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项目。今天这个项目叫 F5 TTS。那么这个 TTS 项目呢，大家很了解了，实际上就是语音克隆。那么这个项目呢，带有两个模型，一个是 F5，一个是12。那么这两个模型的效果其实差别不是很大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那么下面这些就不说了，都是安装方法。我们今天的项目呢有两个压缩包，001、002。那么像这种文件的话是属于分卷压缩，因为这个一个模型包太大了，放上去以后你可能不好下载啊，所以我把它压成了两个文件。大家下载下来之后呢，这两个文件都得下载啊，下载下来之后你就挤压这个001就可以了。还是有很多人不懂。然后呢，我们点开这里面有两个启动文件，这个微调呢今天不打算给大家做详细介绍，这个微调咱们绝大部分人都是用不到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主要说这个推理，这个微调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试。好，双击这个推理。那么这边稍等一下，它会加载模型。好，这边出来了，咱们点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使用界面，这边呢有4个这种选项啊，这个最后一个可以忽略，不管它。这个前3个呢都是一个对应的一个使用功能。这个项目的功能提供的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。首先呢，我肯定是选一个音频，这个音频声音调小一点。光动嘴不如亲自做给你看。光动嘴不如亲自做给你看。这边呢是生成文本啊。它这个项目呢，大家看这边啊，就是它会使用这个东西啊进行自动转录。它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因为咱们这种类型的项目呢，大家都懂啊。你这边输入声音，然后呢需要输入这个声音的一个文本。这边它这个文本呢是在这儿，标记设置里面有个参考文本。这是什么来着？光动嘴不如亲自做给你看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文本呢输到这里啊。这是它的这个参考文本。这个转录呢，就是说，假如说你不想去输入这个参考文本，就是比较麻烦，那么你可以这边留空就可以，不输入也可以。那么在不输入的情况下呢，它会自动调用这个东西啊，然后对这个声音呢进行一个自动的检测啊，然后把检测到的文本呢会自动去填到这里。但是这个东西呢需要下载一个大概7个 G 左右的一个模型，因为我这个项目没有给大家下载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最好还是你自己把这个文本填上。如果你不填的话，它这个转录出来的声音呢，其实可能并不准确，所以最好呢是大家都自己填一下。如果说你实在想用这个功能的话，那你就下载一个7个 G 的模型，然后再去运行就行了，这个没什么，大家了解一下。然后3重静音，如果你这个声音静音很长的话，你可以选。然后我这个没有静音，所以这边就不调了。至于这些东西呢，默认就可以。那么这边呢，咱们来找一个这种文本，我们就从这儿找一个吧。就这个啊，生成文本，点一下这个运行，这边稍等啊。这边有2个 TTS 型号啊，咱们刚才也说了，区别不是很大，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咱们就演示其中一个就可以了。这边稍等，速度还挺快的，其实啊出来了已经。下面有个图啊，但这个图呢没什么太大用啊，瞅一眼就行了。主要这个声音。较长的提示音允许生成较短的输出，超过30秒的部分无法正常生成，请考虑使用小于非琴秒的提示音。声音就是这样啊，还行。不过它这个对这个数字的这个读取呢，其实我感觉它有一点问题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这个就是这个零样本的一个 TTS 的一个推理。咱们看第二个呢是播客啊，这个所谓的播客呢，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2个角色，2个角色呢，然后下面呢来一个对话，大家看这边是一个对话的形式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随便来输一下，第一个叫 A， 那么我们来给它输入一个 A 的音频。光动嘴不如亲自做给你看。好，演讲者 B， 咱们再来找一个声音。我们什么都没变，我也爱你。好，这是第2段文本。然后呢，我们随便来编一段，比如说 A， 然后说什么呢 ？A 说你好，然后呢 B 说你也好。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对应的一个对话，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我这边的格式。首先这个冒号啊必须是英文状态下，大家不要在那个中文状态就输入这些符号，否则会报错。然后这个中间呢，就是不同的角色说话呢，最好是隔一个空格，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些。我们运行一下，啊，它速度挺快的。听一下，也好，吃饭。这个声音呢显然是不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没有加这个标点符号，咱们给它加一个。好，再来运行。
听一下。你好，也好，吃饭不？不吃。这回就没什么问题了。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啊，它这个可能还有一些这种优化需要做。那么即便你全部填对了之后呢，感觉有时候声音还是会有一点点问题。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很明显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博客啊，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。总的来说没有太大问题，还是可以用的。然后这边是多语音类型。什么叫多语音类型呢？就是有情感的这种声音。这个有情感的声音呢，也是目前为止类似的项目比较主要的一个优势吧。好多项目也是在推这个情绪的这个生成啊。当然这个是很有必要的，一句话没有情绪呢，那你就是听起来比较假，对吧？好，咱们来听一下，还是加一段声音，还是这个，我们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得了，这样的。然后这个下面呢有一个这个添加声音类型，这边呢你可以继续添加这个新的声音种类，比如说这种类型，然后这个我们来找一个声音，这个吧。希望你以后能够做的比我还好哟。这是这个声音。假如说你这边呢还需要添加更多的情绪，就是这个情绪所对应的声音啊，标签以对应声音，那么这个下面呢你可以自己添加啊，可以继续添加。这边它提供了这些支持的这些声音，大家可以照这个来。其实，然后呢我们还是就把它这个复制下来吧。好，要生成的文本。然后呢，首先你需要这个，把它复制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前面的一个标签也是需要的。三明治这儿是吧？好，这样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运行一下。好，听一下效果啊。你好，我想点一份三明治。不过我真的很想吃三明治。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来，这两段话之间的那个声音情绪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咱们来自于你上面设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情绪啊。比方说加个声音，我们把这个改一下吧，把它改成生气吧，看能不能听得明显一些。然后这个改一下，再运行一下，听一下啊。你好，我想点一份三明治。不过我真的很想吃三明治。也就这个效果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。这个就不用说了，没什么。然后这个关掉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微调啊，给大家瞅一眼吧。这个微调就不介绍了，这个大部分人用不到。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。稍等啊。啊，还是这个地址啊，点开一下。这边呢就是这个使用界面啊。第一个是转录数据，大家看这边呢是给了你一个这个格式，对吧？你照着这个格式呢，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，这个对应的这个声音文件呢，把它摆成这种样式啊，然后就可以使用了。这边是转录是吧？转录就是对声音进行读取嘛。准备数据啊，这边都给了相应的格式。然后这边是训练，这边是检查点，这边可能翻译有点问题。大致就这样啊，这个具体我就不去说了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一下。大家拜拜。